好电影和坏电影的区别，有时就在于选择合适的演员并搭配合适的角色。一旦选择正确，不仅可以为电影制作带来非常好的效果，也可以使得角色极具有代表性。就像大部分的超级英雄电影一样，都依赖主角。但在2002年横空出世的蜘蛛侠却恰恰相反。影片在造就蜘蛛侠的同时，还造就了一位至今为止最为经典的反派人物——绿魔。今天我们就来为大家解释威廉·达福饰演的绿魔凭什么如此优秀。这个角色首次出现于蜘蛛侠漫画第14期，当时斯坦李原本打算把这个角色设定成在埃及考古挖掘中释放出来的真正哥布林，但由于史蒂夫·迪特科并不喜欢这个想法，因此最终塑造成了一个拥有南瓜炸弹和滑翔机的邪恶人物。而且在漫画中，这个角色还时不时会蹦出来吓唬人们。随着绿魔的不断出现，最后许多人都发现他其实就是奥氏集团的董事长，也是彼得好朋友哈利的父亲诺曼·奥斯本。他为了获得超强力量，自己私底下服用了增强药剂，但不幸导致了狂暴人格的出现。也正是因为第二人格的出现，因此才使得绿魔成为堪称经典的反派人物。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和蜘蛛侠一样都是标志性人物。然而在拍摄蜘蛛侠1时，导演给了威廉·达福一个类似的剧本。了解完这个双簧角色后，他二话不说就接下了绿魔。 You killed them. We killed them. We? Remember your little accident in the laboratory? 由于精湛的演技，达福完美的饰演了双重人格，并说服了所有的观众。实际上，对着镜子表演和把控摄像机的角度，以及这一系列动作，都可能会让大部分演员感到懊恼，但对于达福来说却显得非常自然。当绿魔控制身体后，他会情不自禁地皱眉和伸长脖子，并压低声音。Godspeed, Spider-Man. 不得不说，演技确实高超。另外，在电影中，他都是以这种自然圆滑的方式出演这些双簧场景。之后，达福也有被采访为何会出演绿魔，他曾表示自己看完剧本后十分喜欢这个角色，因为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突破，更是给超级英雄系列电影留下具有标志性的东西。不仅如此，漫画改编成电影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保留角色原型的人物特征外，还需要加入新的东西。与此同时，达福也了解到雷米十分喜欢这个题材，所以他比大部分演员都更清楚自己要怎么演，以至于在影片的每一秒都能感觉到他对这个角色的热情。在很多方面，绿魔这个角色其实是蜘蛛侠在电影中真实且黑暗的一面。两人都是通过面具来表达自己。就比如彼得原本是一个受庇护的书呆子，当戴上蜘蛛侠面具后，他就变成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而绿魔则是用他的面具来保护自己，做着自己心中正确的事情。其实托比和达福扮演的这两个角色并不容易。拍摄期间，达福大部分时间都是穿着绿魔侠服饰进行表演，长时间的负重任务极其考验演员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但由于角色的设定，他们不得不比其他演员付出更多的努力。另外，片尾绿魔与彼得对手戏，前期彼得一直处于被迫状态，但在最后一击时，彼得扭转战局，占上上风。就在他准备了解绿魔这一瞬间，绿魔这一人格离开了诺曼的身体，导致他向蜘蛛侠求饶。 The goblin killed. I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Don't let him take me again. I beg you, protect me. 这可能是所有超级英雄电影中最经典的表演。下一秒，诺曼的声音变了，绿魔这一人格重新出现，并假装成正常的诺曼。 I've been like a father to you. Be a son to me now. 这是这部电影最完美的结局，比其他蜘蛛侠系列结局更加完美。如果没有达福这个角色作为支柱，那么这部剧就不会这么成功。这一角色的设定就像古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观众一样，进行自我批判和道德搏斗。不仅如此，每一代英雄都会受到敌人的考验，就比如没有格伦德尔的贝奥武夫，没有洛基的托尔，以及失去美杜莎的帕尔修斯会在哪里。而绿魔也是蜘蛛侠成长的必经之路，只有通过克服这些考验，彼得才能展示出他作为主角的力量和正义感。因此，这部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正是由于绿魔作为反派造成的各种麻烦，所以才使得雷米的初代蜘蛛侠成为无法超越的经典。由此可见，一部好电影不仅仅选主角很重要，剧中的其他角色也十分重要，不仅仅只限于超级英雄，每个在屏幕上出现开口说话的人都很重要，都值得记住。